大家好，这里是学八字读生活的明道易学，让八字呢简单易学。那之前很多益友呢留言说，也想了解这个看八字里边如何解读人的性格。那其实看八字的性格的方法呢有很多，心性啊时辰的心性来去取向，有的呢是用这种关系啊，有的用那因啊，有的人有各种的这个八字的一些看法等等。那其实今天呢，我主要分享一个什么呢？就是民间八字真传里边的这个10天干的心性。那预计呢，我会把这个10天干呢，按照10个篇章的形式来去讲。今天呢是主要讲这个甲木这一篇章。那因为这些都属于民间一些命师，他们用来看心性的这么一些口诀啊，所以在这里边呢，他会有自己民间师傅总结的那一些东西啊。但是呢，我们的这个实际命理，针对每个人是这个成千上万的啊，八字总共有多少呢？一共有52万种类型的八字，并不是说这一个口诀拿到手你就能针对所有人都使用，并不是，它只是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我们对于甲木啊，类似于像是每一个天干，它的这个日主的这个心性，来有一个指向性的一个认识。所以这样的视频，我希望大家能积累的是认识，而不是积累的是口诀。口诀是不需要背的啊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也会预计来讲10个篇章啊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也希望你能持续收看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讲这个甲木啊。甲木的这个是民间的一些论。甲木的这个心性是这么说的：甲木生人最聪明，深谋远虑是英雄，五湖四海交朋友，仗义疏财有声名，未有能舍黄骠马，两肋插刀不嫌疼，别人若有为难事，舍己为人也现成。所以你看，如果大家对这个诗诀含义啊稍微有些了解的话，我们可以逐步的去理解一些它的含义。所以甲木生人最聪明，在这里边强调了一个这个性格特征。聪明啊，为什么说他聪明？其实在这里边，首先甲木在天干里面排老大的位置，所以呢甲木的人他能排到第一名，代表什么呢？一方面他靠前，他有能力；第二，同时他也有统帅的这种精神啊，同时他也有智慧，对不对？所以甲木生人最聪明啊，深谋远虑是英雄啊。深谋远虑在这里面其实体现了一个特征，就是甲木人往往会想得更多一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带团队啊，他要带领后面的9个天干啊，所以呢他必须要考虑周全啊。所以往往甲木的人个性耿直，对吧？性格特别直接，但实际上呢他也是有诸多的一些思考。也正因为呢他是这个排行第一啊，所以给他定义成什么英雄啊？比如说打虎英雄、天下第一英雄等等啊，那他就是用甲木这个方式来的。五湖四海交朋友啊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就是说也是基于他是一个老大的这么一个角色，所以呢这种社交面会很广啊。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人呢，他是属于这种外向型的这种性格，他也容易跟人打成一片，成为一个群体当中的意见领袖，成为很多人的这种朋友啊。这姑且算是一个甲木的特点。然后仗义疏财有名声啊，这体现出他的一个甲木的一个特点。这里其实体现出甲木的是什么呢？人，因为木主人啊，按照五常来说的话，木主人金主义啊，对吧？所以在这里边仗义疏财有声名，唯有能舍黄骠马啊。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黄骠马是怎么回事。其实在这里面就有一个典故，这典故是谁呢？就是这个在瓦岗寨英雄当中，有一位叫秦琼秦叔宝，他在整个江湖上都是非常有名的。一方面呢，他就是这个交朋好友啊，交朋好友，同时呢也是这个义薄云天啊，他会针对那些有困难的朋友啊，绝对会鼎力相助，所以呢获得很多这种江湖上的好的口碑。这个名声啊，其实就是他人缘非常好，他自己的坐骑其实就叫黄骠马，所以唯有能舍黄骠马是吗？他为了朋友，他都能把自己的坐骑黄骠马都能舍弃掉啊。这个都体现出什么？他为朋友两肋插刀啊，后面就跟着一句两肋插刀不嫌疼爱。所以这也体现出什么呢？
体现出一个义来啊。之前有朋友还跟我去讨论这个五常当中人和义啊，怎么去理解？尤其这个义，如果要细分的话，人代表什么呢？人代表我们作为每一个命主个体，他对于外界的一个态度啊，就是仁爱仁慈，甚至说善良的这么一个状态，其实都是可以代表用人来去体现啊。就是我一个体对外界的一个状态，仁爱啊、仁慈、有恶有善这么一个状态。义是什么呢？其实义更多的就是自我付出。我先不考虑我的回报啊，我先考虑的是什么？你有需求我就付出。所以刚讲了义，如果在咱们对应的五行来说的话，它属于什么呢？属于金。那人呢是属木，那所以在这里边有仁有义，其实就是木和金啊，其实都具备的一个状态。那如果八字里边啊，你是甲木日主，你有庚金啊，其实就代表人有仁有义。而且对于甲木这个特征啊，他喜欢什么天干？他最喜欢就是庚金这个天干。经常有人这个加我好友也问，也跟我说这个，天干地支这些基础知识我都了解了。我说那我问你一下吧，那甲木他喜欢什么天干啊？答不上来啊。其实甲木最喜欢就是庚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庚金披甲引丁其实是可以帮甲木这个大树啊，他去修剪自己的这个枝干的啊。当然这是一个常态啊，但是涉及到每个八字，他出生在不同的季节，自然环境不同，那他的庚金的这种喜好程度会有偏差。但是呢，有了这个庚金甲木，它就有什么？有这个发贵的这种可能性。所以庚金对于甲木来说是贵人。所以在这里面，那对于甲木的人，他能够舍黄骠马为朋友，两肋插插刀不嫌疼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他有仁有义。最后一句，别人若有为难事，舍己为人也现成爱。所以最后这一句也是对上面的去补充。所以在他的这个视觉里边，其实我们可以画几个关键词啊，画重点：聪明、识谋、远略、英雄的代表啊，义字仗义疏财啊。但是不是疏财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那现代每一个人生活也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。是否疏财就不重要，但仗的这个义，然后喜欢交朋友啊。我认识好几个这种甲木日主的朋友，他们都在做一件事，是什么呢？当群主建了很多群，拉了好多的朋友一起加入进来，来干什么呢？来把大家聚到一块。因为他是群主啊，他是甲木老大呀。第一呀，你看他是群主吗？对吧？他就喜欢做这个事情啊。当然至于是不是这个唯有能舍黄骠马呀，是否能两肋插刀啊，每个人的程度啊都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看这样的视觉，其实不是要把它所定义的这些事啊，所以说论的这些事啊，套到每一个八字、每一个命主身上，而是利于我们去解读。原来甲木的这个心性是有这样的特点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在看到一个甲木日主的八字时候，我们至少内心里就会有这么一个认识。当然在进一步细分析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判断它是不是，那这个八字是不是有这些特征。好吧，那这个视频就先做到这里了。后面呢还会讲一些甲乙木啊、丙火啊他们的这个天干的心性。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持续关注，一键3连转发给喜欢易学的好友啊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